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拆解一個徹底顛覆現代醫學，並且拿下諾貝爾化學獎的頂級硬核技術。其實過去的醫學發展很大程度上像是在黑暗中瞎子摸象。科學家知道某種疾病存在，也知道大概是哪個器官出了問題，卻沒辦法精準看見致命分子的真實樣貌。在這種狀態下，開發藥物真的只能依賴盲目的猜測與反覆的試錯，效率可以說是極度低下啦。但是這一切因為一項名為低溫電子顯微鏡，也就是簡稱 Cryo-EM 的技術誕生，發生了根本性的反轉。這項由 Joachim Frank 等頂尖科學家推動的技術，讓人類的醫療研究正式從模糊的猜測跨入到了原子級別的絕對精準時代。這不僅僅是一場科學突破，更是一場關於人類如何重新定義疾病與藥物開發的認知革命。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為了讓大家完全吸收這個複雜的知識體系，今天我們將透過5個核心階段來拆解。第一，我們會先探討 X 射線的極限；第二，了解低溫電鏡的突破機制；第三，剖析解析度革命；第四，驗證真實醫療世界的影響。最後第5步，我們會探討 AI 時代的未來發展。好，讓我們直接進入第一步。第一部分，我們來談談 X 射線的極限，以及這道過去科學家無法跨越的實體高牆。我們先回到歷史的起點，談談過去的技術瓶頸。在低溫電子顯微鏡成熟之前，整個結構生物學界的黃金標準叫做 X 射線晶體學。這項技術其實非常偉大，過去有許多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利用這項技術解開了生命的奧秘，包含了血紅素的結構，對吧？科學家利用 X 射線照射蛋白質，透過繞射現象來推算出分子的立體結構。然而，隨着研究越來越深入，科學家撞上了一道難以跨越的實體高牆。這項缺陷到底是什麼呢？其實邏輯很簡單。X 射線晶體學有一個非常嚴苛的先決條件，它必須要求目標分子排列的極度整齊，形成完美的晶體。大家想象一下，這就像是要求成千上萬個原本活蹦亂跳的人，必須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擺出完全一模一樣的姿勢，而且絕對不能動。這在現實的生物體內是非常不自然的啦。許多關鍵的蛋白質分子天生就是動態的、柔軟的，它們根本拒絕形成晶體。這導致科學家耗費數十年，依然無法解析出許多重要疾病的目標蛋白。相比之下，低溫電子顯微鏡採取了截然不同的途徑。這項新技術允許分子在溶液中自由漂浮，科學家可以直接觀察這些分子最原始、最自然的動態運作過程，完全不需要強迫它們變成僵硬的晶體。重點來嘍，我們進入第2部分。低溫電鏡的重大突破，也就是單粒子分析技術。既然不需要做成晶體，那到底該如何解析出立體結構呢？這就是 Joachim Frank 教授帶來的顛覆性思維。他提出了一個被稱為單粒子分析的突破性概念。他的邏輯非常跳脫傳統框架。他認為，與其強迫分子排隊變成一個大晶體，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去觀察溶液中那數以百萬計正處於自由漂浮狀態的獨立分子呢？既然溶液中有着無數個相同的分子，並且隨機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角度與姿態，我們只要捕捉到足夠多不同角度的畫面，不就可以透過演算法將這些碎片重新拼湊成一個完整的 3D 模型嗎？這個實作過程我們可以精煉為3個極具工程美學的步驟。第一步是利用被稱為玻璃胎冰的技術進行瞬間冷凍。科學家以極快的速度將樣本降溫，讓水分子來不及形成會刺穿蛋白質的冰晶，而是形成一種像玻璃一樣透明無縫的固體狀態，這能完美凍結分子最原始的樣貌。第2步，電子顯微鏡會對這些隨機散布在冰層中的分子拍攝成千上萬張的2維平面照片，捕捉它們從各個角度呈現的姿態。最後第3步，也是最耗費算力的一步，科學家會將這些海量的2維照片輸入電腦，利用強大的演算法進行分類、對齊，最後像是在做醫學電腦斷層掃描的逆向工程一樣，硬生生運算出這顆蛋白質的精準 3D 立體結構。接着是第3部分，解析度革命，以及引爆這項技術的關鍵催化劑。
理論雖然完美，但現實其實很骨感。在技術發展的初期，科學家確實拍出了圖像，但那些圖像模糊不清，看起來就像是一團團沒有細節的模糊斑塊，甚至被同行嘲笑，戲稱為斑塊學。要讓這項技術真正具備挑戰 X 射線霸權的實力，整個科學界還在等待一個足以引爆解析度革命的關鍵催化劑。而這個催化劑並非來自於生物學理論的突破，而是來自於硬體工程與資訊科學的極限跨越。我們把時間軸拉開來看，這是一條跨越了數十年的技術進化史。在1987年，玻璃鈦冰技術成功整合，解決了樣本保存的問題。但真正的歷史轉捩點發生在2012年。那一年，業界迎來了重大的硬體升級。傳統的底片攝影被名為直接電子偵測器的數位感光元件徹底取代。這個硬體升級移除了系統中最後一個物理瓶頸，使得影像的對比度與解析度呈現指數型的爆發性成長。原本模糊的斑塊瞬間變得清晰可見，甚至能看清每一個原子的排列。這場革命直接促成了2017年諾貝爾化學獎的頒發。而在2020年，這項技術更迎來了終極考驗，也就是它成功在全球疫情爆發之初，火速解析出新冠病毒的棘刺蛋白結構。我們繼續聊下去。第4部分，這項技術對真實醫療世界的影響，包含標靶藥物設計與精準醫療。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呢，我們從理論極限談到了硬體突破，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基礎科學。但作為分析師，我們最關心的永遠是這套技術在現實世界中到底能創造多大的商業價值與醫療回報？答案是無可估量。當我們能夠以原子級別的精準度看清楚人體細胞內各種微小機器的運作方式時，這等於交給了製藥產業一把萬能的鑰匙。製藥公司不再需要盲目測試藥物，他們可以直接針對結構上的特定缺陷進行精準的標靶藥物設計。根據最新的實務應用報告，這項技術已經直接命中了多種過去難以攻克的重大疾病。例如，在癌症治療上，科學家成功解析了控制細胞生長分裂的 CDK 調節蛋白，這為全新的抗癌標靶藥物提供了明確的攻擊坐標。在囊腫性纖維化這種嚴重的遺傳疾病中，研究人員看清了 CFTR 離子通道的結構缺陷，從而設計出能修復這個通道的特效藥。此外，針對引發嚴重心臟病的藍擬結受體，過去 X 射線卡關了整整9年都無法解析，換成低溫電子顯微鏡後，僅僅用了1年時間就獲得了清晰的原子結構。這充分證明了這項技術在開發精準醫療上的絕對主導地位。在這裡，我想轉述一段 Joachim Frank 教授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收到的一封非常真實的信件。這是一位病患家屬寫給他的。信中提到，我7歲的孫子傑克森在2010年剛出生時就被診斷出罹患囊腫性纖維化。我想加入向您祝賀的行列，而且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理由要親自向您說聲謝謝。這段話聽起來非常平靜，但背後蘊含的力量極其強大。它證明了那些在實驗室裡看似冷冰冰的演算法，幾百萬張枯燥的分子照片，最終轉化成了能延長一個7歲小男孩生命的真實解藥。這就是頂級科學研究的終極投資報酬率，真的非常震撼。接下來這個數字，我希望大家深深印在腦海裡：12。在2020年初，當新冠病毒席捲全球時，科學家取得病毒基因序列後，僅僅花費了12天的時間，就利用低溫電子顯微鏡完整還原出病毒表面棘刺蛋白的3D 原子結構。12天，在過去，這種級別的結構解析可能需要耗費數年甚至10幾年。這12天的急速破解，為全球藥廠爭取到了最寶貴的黃金時間，直接促成了後續 mRNA 疫苗的超高速開發。在對抗全球流行病的戰爭中，速度就是生存，而這項技術提供了壓倒性的速度優勢。第5部分 ，AI 時代的未來發展，科技進步帶來的承諾與潛在風險。既然我們已經掌握了這麼強大的硬體與運算能力，那麼在當今這個開口閉口都是人工智慧的時代，結構生物學的下一步會走向哪裡呢？許多人都在問 AI 的崛起
會不會直接取代這些昂貴的電子顯微鏡？針對這個問題 Joaquin Frank 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甚至帶有警告意味的觀點。他指出，科技的進步確實帶來了無限的承諾，但也伴隨着必須謹慎看待的風險。目前產業界最受矚目的 AI 工具，無疑是 AlphaFold。這套系統能夠極度精準地預測蛋白質的結構。但是，我們必須釐清一個核心邏輯 ：AlphaFold 終究是一個預測工具。它的聰明程度絕對受限於人類餵給它的實驗數據品質。如果沒有過去幾十年科學家透過低溫電子顯微鏡與 X 射線辛苦累積下來的真實物理測量數據作為養分， AlphaFold 根本無法運作。換句話說， AI 可以極大地加速資料的篩選與模型建構，但它絕對無法憑空創造物理真相。用來驗證真理的實體科學實驗不僅不會被淘汰，反而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生成式 AI 固然強大，但在需要絕對精準的藥物開發領域，我們依然需要真實的觀測數據來做最終的裁決。那麼，撇除預測工具，實體技術本身的下一個前沿在哪裡？答案是時間解析低溫電子顯微鏡。我們不再滿足於拍攝分子靜止狀態的照片，科學家現在的目標是要拍攝分子在進行化學反應時1/1000秒甚至更短時間內的動態電影。這將讓我們真正看見生命的動態化學過程，捕捉到那些稍縱即逝的過渡狀態。這對於開發下一代革命性藥物將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試想一下，當我們能像看電影一樣及時觀看人體內每一個分子的化學反應時，人類距離完全終結疾病的那一天還有多遠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低溫電鏡突破了過去的實體限制，透過瞬間冷凍與龐大算力，讓人類能在原子級別看清分子的自然動態。這不僅加速了精準藥物的開發，更證明在 AI 時代，真實的物理實驗數據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核心基石。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